我听说你还要继续跟郑人、苏云他们 PK 啊？输给鲁道夫，我认了；输给他们，我不服。你已经输了，还是2次。我说过，你的路很长，没有必要纠结那一时的得失。其实苏云一直都是我的客户，我本以为我已经摆脱他了，可没想到他又来了。我从一入学就很受老师们的喜欢，因为所有的考试我全部第一，让我终于有机会给潘教授当助手。我想好好学习，可苏云来了，他往那儿一站，吊儿郎当的。但潘教授却对他说：“你来。”我才是一柱，我学的介入，我8年连读博士，他才实习，连实操经验都没多少，然后他就做完了。潘教授问他：“你做过？”他说：“看过。”真是的。老师，您知道我为什么不读数学，读医学吗？因为数学是靠天赋的。天才存在的意义就是刷新普通人对天才的认知和定义，但医学不是。除了智商，还要勤奋。实践和经验才是医学的根基。所以他凭什么？不公平，真的不公平。那就必勤奋。怎么样，对我的精湛医术征服了吧？你没感觉吗？能没感觉吗？就一个字，爽。你再看一次。行，再欣赏欣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给林娇娇开通眼动脉的操作，其实跟前列腺介入栓塞很类似？是。那之所以用粗一点的导管，是因为硬。对呀，硬一点呀，这样开通血管的时候就能更好的操作，可以到达软导丝到达不了的位置，好比水中穿线，粘线过不去，铁丝就可以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只要操作得当，稍微硬一点、粗一点的国产导丝，也可以做前列腺介入手术，甚至效果会更好。对呀。说曹操就到啊！你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人，看谁来了？
说说吧，拿个这么大的箱子又想忽悠我们什么呀？那个，我是来和你们告别的。告别？公司要不行了，董事长找我回去。因为万盛国际的事儿吧？忙活几个月，被人抢线，前期的投入全都打个水漂。听说已经有很多医院在接触万盛国际，他们用这次的前列腺介入手术做敲门砖，打开了国内市场。一旦万盛进来，我们所有国产耗材公司就都……郑医生，这里全部都是介入耗材。有我们公司的，也有我另外买的进口。本想着是给您备着，以便不时之需。现在我要走了，箱子留给您。坦白说，作为一名医疗代表，遇到您这样的医生，真是挺头疼的。不过，作为一名保不齐哪天就会生病的普通人，世上还有您这样的医生，真是太好了。郑医生，加油！诸位，永远海城见。你怎么不留他呀？咱不是决定国产导丝了吗？没有时间，无法判断这个想法是否可行，手术是否能够成功。必须成功，我加你那就是干。这是神经介入那边用的导丝吧？比鲁道夫那款要粗一点，但硬很多，也许可以满足对手术的需求。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谁能想到啊，一个区区的前列腺介入手术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国际巨鳄与国产公司的生死存亡之战。咱们两只小蝴蝶啊，得赶紧想想办法扇扇翅膀。国产公司的耗材能耗几年，就靠咱们了。不是干嘛，这就变蝴蝶了。大哥，你时不时的还真说冷笑话啊？跟你学的。你在侮辱我的 DNA 吗？哎，怎么了？不，这有什么呀？你说导丝像孤独的箭，但我觉得导丝像群游的鱼。水流就是血管，单刀解牛，那不是介入，那是外科手术。鱼群穿珊瑚，遇水流针，遇同半臂，遇胸弦等，遇肾流锥，这才是介入。你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但你这么吟诗作对不累吗？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你能不能说点正常人能听懂的话？早点休息。哎，别，哎，你再给我做手势，挺好听。你干嘛呀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啊？普金豆。秦令人要开除你和郑人，否则就撤资。那边虽然咬得很紧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攻克前列腺介入新术式，好好一起并肩作战吧。占据半壁江山的是心脏介入，其次是神经外周血管介入耗材。为鲁道夫做前列腺儿特制的那条生产线就是用来浪费的，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后就可以丢一边了。
我认为万盛的重点还是在心脏导管支架的份额，失掉长风站稳脚跟。我对长风再熟悉不过了，看我的吧。你是内奸？内什么奸啊？我跳槽了。昨天你还在催我。我本想着你要能成，我还留在长风，谁知道国内那帮医生这么没用，输给老外。我总不能跟着破船一起沉吧？赶时间不说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知不知道万盛进入国内市场之后，长风会倒闭，大量国产耗材公司都会死。市场竞争，强者胜，很合理啊。强者胜的后果就是中国再没有自己的耗材公司和生产线，所有手术耗材都要依赖进口，手术成本大大增加，手术费用要翻好几倍，会有更多人看不起病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少拿不转发不是中国人那套来道德绑架我，都是替人打工混口饭吃，有饭吃才是最重要的。彭总好。好。老大，不好了，我们直播鲁道夫教授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，因为用的是万盛的耗材，引起了爱国医生的逆反，他们全部都在下面留言，还找黑客攻击我们的服务器。爸爸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新联园会成为中国最好的医学交互平台吗？哎，吃饭了吧？王龙说发现一家很特别的馆子，想带咱俩去尝尝。哎呀，我知道，问题还没解决，我不配吃饭，我只有回来的。刚才北大空主任给我打电话了，说王野山术后第3天出现膀胱无力，尿潴留排不出，得继续带着尿管。真的？还真让你给说中了。王野山想找医院重新手术，并且孔主任答应提供练习的地方给我们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练起来吧。不吃饭没关系啊。自从认识你天起，我就已经跟吃喝玩乐分手了。走吧，手术狂魔。什么？那帮 loser 还没放弃？郑仁、苏云，又是他俩，用长风导丝。切，且不说国产导丝没有优势，就那2个毛头小子，还能比鲁道夫教授做得更好。他们这么折腾，相当于为万盛的新导丝扩大了宣传，我还巴不得呢。苏云，君子报仇，等着吧。收拾呢？啊，听说你今天复诊的结果不错啊。啊，气色看起来也不错。是啊，天天住在乡下，晒晒太阳，下地种田。种田？承包了几亩地，租了辆拖拉机，自己耕耘，自己播种。不过，我错过了雨季，今年恐怕是颗粒不收了。不过，但我明白了一点，真要当个好农民，也很不容易啊。是，有时候我们把事情都想得简单了。
所以啊，要帮忙吗？我相信，等明年再开春的时候，你一定积攒了很多经验。如果没有今年的这次尝试，就不会有明年。我也一样。今儿精彩了，郑大拿 VS 金大拿，想想都刺激。而且2位都用的是国产导丝，感觉像高科技世界权威挑战，顶！还有更顶的，你知道郑哥今儿患者是谁吗？谁啊？王远山。我的天！本来我以为这手术已经够难的了，哎，这王远山还没看2度啊！如果成了，一战成名；如果败了，那之前的积蓄都完了。洪主任，坐吧。孔主任，哎，真是没想到啊，鲁道夫教授的手术到底还是失败了。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啊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它是堪比 TIPS 的手术术式，业内也都在摸索之中。就算是鲁道夫教授的术后患者有并发症，也不算失败，顶多算是差一点。但是，这也给了我们追上去的机会，是吧？看这2台手术吧。郑哥的手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干净利落。金药无厌快。但我还是觉得他们挑战鲁道夫有很大的难度。奇怪了，郑哥做肝癌介入手术的时候挺快的呀，这人怎么这么慢啊？这相比之下，金耀武真的好快啊！这个手术的难点不是比谁更快，而是在于对膀胱上下4支分支血管的处理和毛细血管网的适应情况。郑哥的导丝进入膀胱动脉分支血管了。慢一点。哎，郑哥停下来了，看来他用的那款长风微导丝啊，已经到达了极限位置了。金药武还在继续，导丝还在前进。鲁道夫教授挑选的位置更深，小金呢用的是国产导丝，不知道能不能到达那个位置。而小郑呢，这不是他的极限，这是长风微导丝的极限。太疼了。金耀武到达跟鲁道夫一样的位置了。真的，他居然真用国产导丝到达了万盛导丝的位置。
非是要突破鲁道夫的位置，还要继续往前。情人能够弥补天赋，医学不是数学。这是要停了。 看金二哥想继续往下走啊！哎，听明白了。哎呀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那毕竟材料差距摆在那儿。小金的这台手术比鲁道夫教授做得好。没错，而且咱用的可是国产导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用技巧弥补了材料上的差距，对吧？龚主任，还是你知道有方。我没做什么，是他自己努力呀。 但是止步于此的话，术后还是会出现跟鲁道夫教授一样的后遗症啊。话多呢。云哥这边是干嘛呢？苏导师。 怎么换了一个这么粗的导丝啊？他这是采用0+9手术时的开通术，可这么粗的微导丝，大概率会造成分支血管的损伤，造成术中出血呀。年轻人有魄力，胆子够大的。金耀武那边已经栓塞完毕了，加油！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鱼穿珊瑚，大头鱼，你可别笨的把这珊瑚给穿崩了啊！我认为最笨的是记着草绳的鱼。别以为我听不懂啊！苏字的繁体字就是草字头加一个鱼字，什么破口？多少个人一起都这样啊？这么久之前，这也太精准了呀！哇，你看这，就现在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一个全新的术式。 Nice， 收音机。位置没问题。栓塞剂。Yes， 成了。 魏导师，
的继续啊？这台手术按理来说已经成功了呀。他还没有停下。这女生他们已经开通了第2片血管网了。还继续啊，大同医院。才刚开始，曹生医院。别打字。他已经开到第3台继续了。我怎么感觉郑哥的手法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快，但是这很灵，非常灵活，是吧？啊，我都感觉啊，那导师自己长眼睛了，开始有意识了。手术已经开台这么久了，处理了3根动脉分支的毛细血管网，手依然还是那么稳。这么年轻，真是有天赋啊！第4组栓塞也已经完毕了。对。天哪，他开始挑选第5组了。很灵。术前3维重建需要攻克的上呼吸道有6组，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。来到海神的第1天，遇到的医师要这场起手术，就告诉我一件事：什么？永远不要过于依赖机器。哎，导演机，好，继续第7组。微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江彬彬，在手术直播间饰演证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旭，在手术直播间饰演苏云。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。苏云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医生，性格苏云就有点孙猴子吧，就是《西游记》里边的孙猴子。那我饰演的其实是唐僧，然后老贺是猪八戒。他反正是海生医院来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介入科主任，别的科室的手术他也非常擅长，啥都会。这是何方人物？对，何方神圣，非常厉害的一位医生。合作之前对对方是什么印象？之前看过阿云的《无证之罪》，就是感觉他是一个挺正经的一个人。然后合作完之后呢，就觉得没那么正经。本人还是和苏云很像的，然后非常非常活泼，但是还是有另一面，他的另一面就是非常老干部，非常爱喝茶。因为他呢，我在这个戏里面把我的咖啡也戒掉了，因为他很懂养生嘛，说这个茶不太好，不是这个咖啡不太好，让我多喝点茶。他人很听劝，对，对。看过彬彬的作品，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、比较冷面的这么一人。但是其实我俩也特别高兴，就是说，这个戏开拍之前，剧组也给了很长时间实习的一段时期。整个剧组我们俩真的算是非常快的，就一拍即合了。几乎每天就老黏在一块儿，然后呢，从戏里慢慢的聊到戏外的很多东西也会比较多。这次了解以后，觉得彬彬可能跟荧幕上的形象其实很有反差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也比较厉害的一点也是在这儿，真的很活泼的一个男孩子。对，然后平时在戏里面去塑造了就很多比较稳重的角色，也是蛮厉害的。两位是怎么熟络起来的？而且一个眼神啊，就是。但是我们刚开始肯定是奔着剧本方向去聊的嘛，对。然后聊着聊着发现，有很多东西值得探讨，因为这次的专业台词都太多了，然后大家都互相探讨怎么去背，
然后呢，我说我看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视频，可能好的，对于咱们背台词有比较有帮助的，可能还会互相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比如说你做手术的哪个部位，大致的了解一下，你做的在哪儿？对，然后你在做手术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起码知道在，就你也得知道你的台词说的是啥。对，更相信一点也是。两位怎么看剧中郑人和苏云之间的关系？对，他不是之前有 PTSD 吗？他拿不起手术刀，然后他碰上了这么一个大神，然后觉得他非常厉害，然后就是想去接近他。我就算是他的半个徒弟啊，一直跟着他，想去跟他去学习，然后发现这个人吧格格不入，他说话也比较梗啾啾的，见谁怼谁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越这样吧，苏云这边呢越想亲近他，然后突然发现，哎，这个人吧，他其实他有另外的一面，是非常招人喜欢的一面。而且就是这两个人物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属性，因为这俩人都是孤儿，他无父无母，我也无父无母，就他们俩这方面是很亲近的。刚开始其实看苏云很不顺眼，觉得他吊儿郎当的，可能没什么医术，但是呢，从吊儿郎当的这种状态，然后后来慢慢发现，他是身上其实是有很多非常有优点的地方的，包括在艺术上面，然后就觉得其实他不是我第一次见的那样。然后两个人探讨如何治病救人的这个路上，慢慢的就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兄弟。我觉得苏云跟郑人俩人其实都是缺乏安全感的。苏云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方式，他是外露，会比较活泼一点；但郑人的缺乏安全感的方式，他是内收的，就他不愿意拒绝沟通。觉得对方饰演的角色和本人相近吗？我觉得完全相同。我觉得你也还好。但他比较相同的，有时候你特轴，你知道吗？你轴脸，你跟这个郑人太有点像。假如说我们演完一个全条，可能你就在就是65这块时候出现一点瑕疵啊，那其实导演就会说，哎，把这个65这儿重新补一下。但一般郑主任就不行，哎，来从1到100，我再来一遍。用一个词形容郑人和苏云的关系。那就是海尔兄弟，海尔兄弟，因为我们俩就莫名其妙会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就是我可能是3、4年前买的，阿云可能也是3、4年前买的。导演这样说，哎，海尔兄弟来了，海尔兄弟来了，舒可贝塔，只要能俩人能贴到一块儿的，那全是这俩。对，樱木花道、刘晨风，对吧？鸣人是吧？佐助，都是我们俩。那个，如果要给这对组合起一个名字的话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再起个名字啊？那不行，我想到这词儿了，不行，我觉得这样，对不对？这咱俩自己知道行不？对，我们再想想。对，我们私底下是有一个，但不能告诉你。私底下怎么称呼对方？阿云。阿仁就很亲切吧，我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但拍戏的时候有时候不经意的，有时候一放松也会阿仁，然后导演说：“哎，停！这时候你们俩关系没那么近呢，别人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最难忘的戏是哪一场？我觉得还得是连亭吧。道具老师那个准备的那个连亭啊，太真实了，就看着真的就像2个孩子一样。所以我那天就拍了张照片发在群里面，我说爸，我说我在做手术，把连亭分开，然后救活他们。牛啊，就是厉害，他一直在亲连体，疯狂的亲那个连体，我看到2、3次了，因为他做的挺可爱的，关键太像了哈。因为我平常这种生活中我就很喜欢孩子，我倒觉得当时咱们拍的第一台手术，在那个地震那块儿，咱俩第一天进去对，就快崩溃那天，就想后面还有10几台，这第一台拍成这样，后面咋办？其实我那台当时我记忆还挺深刻的。说实话，我是崩溃了，因为太复杂了。那你要去专注的去记住每一个环节，然后在每一个环节的细节上，还要跟医疗指导反复的确认。虽然很难啃，但是还是啃下来了，就是成就感也很大，就感觉自己就像医生们一样，这还挺自豪的。主持姐，很难得有这样的剧组，就是把你的整个手术过程全部展现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，体会到了这个医生的不容易了，主要是，是真的穿着铅衣在手术室里站在那6、7个小时的这个感受，艰辛，自然而然的你会看到那种医生的那种辛苦跟心酸。yes。苏云最后能重拾手术刀的关键是什么？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天台，
我觉得天台看星星的一场戏，两人看星星，二人的一句台词说：“我可以等你的手守好。” Yeah， 就那场戏，我会觉得是一个感情递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步吧。其实在我看来啊，当时帮助我的人有很多，但是呢，就是我觉得关键点是什么？就是能让苏云心尖那么一颤的那么一个人，和一些话，这些话那些人都没有做到，只有郑人做到了。他用他独特的方式，他让苏云的心颤，而且颤了很多次。郑人原来是像一座冰山啊，我这么比喻吧，可能其实一句话，他点燃了我，我融化了他，就是一个冰山配上了一堆干柴火。突然有一天呢，就是通过这个光学效应，冰山透过光把这干柴火给点燃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柴火把这冰也融化了。也想了一下画面，冰山吧，对 ，OK， 对吧 ？OK， 是不是？还蛮贴切的，蛮贴切的。当苏云去劝得知真相离开医院的郑人时，郑人心里是怎样想的？其实苏云来的那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他说：“你忘了医生的职责吗？”那一刻其实是把郑人的那个打到灵魂深处了吧？那一刻，治病救人，对，永远第一。虽然面子上还是，好像没有给苏云回他这份情，但是其实，在郑人的心里已经是。暴走吧，大明星！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戴旭，我是张彬彬。你们两个性格相悖，很适合搭档。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，世界第一。那咱们就是先互相点评一下彼此跟角色的适配度吧。性格，我觉得挺反的。我觉得他反差真的很大，因为他平时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人。我在片场我看他去就是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，有很多地方都是他是在很克制的在控制自己。比如说你的走路，记得就是因为导演就说他有时候得走吧，就平时就像他自己的那种性格，大大咧咧的。然后导演说不行，说那个郑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，然后呢你胳膊不要摆得太厉害。然后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，我们都刚开始都会有些紧嘛，然后可能走路我们俩都很别扭，僵住了，都僵住，都很别扭。说来你们俩回头看看，来看看你俩现在走成什么样了？一看不行，得改一改。戴旭老师就是没有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一本正经的，应该没认识他的时候，觉得他是一个一本正经的，然后呢，人也很帅，戏也特好，然后接触了之后，发现就是其实性格和我还蛮聊得来的，相处也很愉快，也很活泼，就是话特多，然后特贫，比我还多，然后特贫，然后反正挺好的。那你们两个人对对方的网络印象是什么样？一本正经。我对彬彬的印象就是大帅哥啊，然后见到那个本人以后也是大帅哥，很有安全感。怎么他是要保护你吗？所以就为啥老比手？你看，来，你看手，你看多有安全感，你看他手多大的，对吧？你看。是用3个物品形容对方吗？麻将，可以啊，国粹嘛。花衬衫、茶、咖啡、书，他平时爱看书。鼠标戒了，确实是对。鼠标现在也戒了，他戒掉了，他戒掉了，差不多了。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还非常 Q。手术直播间这个医疗台词啊，对，就让我没有机会打游戏。我们俩屋里面。我们经常串门嘛，他屋里面也全是便签条，对，我屋里也全是便签条。有时候洗着，然后可能偶尔瞄一眼，就在洗头的时候就看着台词背一遍，就反正就能有机会看到的时候，一定要给自己有机会看到。台词让我们崩溃了，起码1个半月，后边一个半月基本上是手术的过程。到后期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背手术过程啊，这是比较难的。但是我们拍戏之前还鼓掌呢，就我们大家一块，对，是吧？我们都鼓励。比如说有一台特别难的一台手术，对，我们所有人在3、2、1之前，每一个人鼓掌，加油，15秒钟鼓掌，加油，互相激励一下，因为接下来的过程很难。从你们组里出来人应该会变得很自信吧？比较亢奋，亢奋且自信，比较亢奋。拍完那个手术过程，我感觉自己能做手术。对，真的就是有这个自信在啊，但是还是不行啊，这个那肯定不行的，这个也只能有这个自信是可以的，这个。那如果你们两个不做演员的话，你们觉得彼此会做什么？啊，对，还是做医生，对，中医，我中医，他天天给我把脉，他身体非常好，
他的身体特别的好，就是他就是火旺，和你的那个脉就感觉给我手动快能弹开了。安云他给我寄了很多那个中药的那个。哎，我给你泡脚，你泡了吗？泡了，泡了。每天我在那个是不是睡特别好？对，睡巨好，我天天泡。对，就泡完就直接。私底下平时得需要人照顾。我觉得他比较适合去经商，当老板。他有当老板的潜质。所以你想当老板，你想创业吗？想啊。你继续开个中医馆是吧？还要拉他入宫。开个连锁的，你还开连锁？连锁中医馆。然后我干嘛？我做代言去是吗？明星医生。那两个人在认识之前有没有共同的群聊啊？之前没有，就是刚进组的第一天可能就有了。就我俩的缘分就是从手术直播间进组的第一天开始的，到现在以后会一直下去。那能不能说出你们两个微信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个群聊名称啊？请保持你的下颚线，有我们的群聊名称，手术演员群。对，导演特别在乎演员的下颚线，拍出来好看是吗？对，然后就让全组去减肥去，对，说如果说没有下颚线是不行的。对于男艺人的头发是粉丝的共同财产这件事，你们有什么体会吗？只要是人，他就会很在乎他的头发。他们会非常在意你的头发，就是因为怕你剪坏了就变成了。光头多帅，你你看你们多自信啊！你那粉丝不允许你弄光头呢？排除拍戏哈。我觉得这是检验帅哥的唯一标准。所以你们没有剪坏头发的经历吗？小时候有，对，小时候吧，小时候可能会拿着照片去。对。然后剪完以后，你看不是这个，来把推子给我来。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默契大考验。张彬彬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他自己，他是我心目中的歌神，他是歌神。对他特，我应该是他一个忠实的一个观众，因为我们俩天天骑在一块儿。然后大家可能后场的时候他就自己溜到旁边，然后自己干，嘴边不停的念叨。对，然后以为背词儿呢，然后仔细看，我说我陪他对去吧，我走过想跟他对词儿，一看唱着特别投入自己，想说不要打扰他就走了。然后有时候也跟我说哪个歌是我自己写的，哪个怎么着，他唱的挺好。其中之一吧，其中之一。还有周杰伦。张彬彬上一次问这个新发色怎么样？是什么发色？红吧，粉的。哇！我懵的，我就俩色，粉的什么黄的，粉的是真粉的啊，真粉的。当时在车上，他说录个抖音，我说行，我说这个挺有意思的，就录了一下，然后我也没想发，然后后来手欠也发出去了，那就分手，那就别撤了呗，这个过程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。我没想到，我以为我就是玩一下而已，我没想到大家的抖音，我看了你会觉得就没那么有安全感，像个孩子。行。所以你有看到评论吗？评论你看了？看了。所以你懂我什么意思吗？不懂，你懂？我不懂。什么懂什么？你们说的哪一条？就是 Apple 变成 Orange。Apple 变成 Orange 是什么意思？那这个你自己回去查吧。录完就查。戴旭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？足球。你说，反正你说这我最恨的运动。你老提，我以为你爱呢。那种最恨的，对，升格。对，那最恨的。你给他一下提示好了。跑步。你不是告诉他，说给他提示。说给他们听。跑步。Yes。那戴旭经常被大家说什么脸？哈士奇。没事，如果他同意的话，我就算你对。也对。竟然有那个表情，你看，老乡。手术直播间名场面配文大赛规则：根据记者给出的剧照，两人分别给角色配上内心 OS， 并为大家解读当时二人的关系处于什么阶段，以及对彼此的看法是怎样的。第一章。啊，这就是第4集很清楚的，对，这很前期。配个文字。就是我不想挨着他做。证人呢？啥也不是。对，啥也不是。对。这是什么样的阶段？这是刚开始刚认识那个阶段，谁也不想，对，谁也不了解谁，对。这张还是同一场戏的截图，配个文字。你别说了，是吧？你快别说了，求求你了。下一张，这是哪场戏？还记得吗？哎，这是那个，我给你送医疗证，你再次回来。反正我 OS 应该是，我觉得欢迎回家吧。证人的呢？你别进来，就拉窗户。其实这个是有被苏云暖到了，对，因为你暖到我了。这个阶段两个人有没有变化呢？有变化了。然后这会儿就应该其实是想去了解对方了，但就因为他这会儿已经是非常吸引我了，他的医学知识非常的感染我，我觉得他是个天才
啊，就是英雄惜英雄这样。这时候郑人对苏云的看法呢？其实，苏云是把郑人最初的那颗心给拉回来了，可能其实一直在郑人潜意识里的，其实就是想治病救人的，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他那时候抵制，但是苏云去我家给我唤醒了，然后又把那颗正暖心的给到了我，所以在郑人的生命中，苏云是必不可少的。下一个，这个有印象吗？这单看真看不出来啊。这个是大家要去夜店，苏云一开始说不去。那我也去。为什么郑人去了你就去了？你刺激我呀！那会儿是你在刺激我呀！就是你让我就是去出诊嘛，你让我把我以前失去的东西要找回来嘛。其实那会儿你已经知道了，然后那会儿你就没告诉我嘛。他是为了其实在 push 我嘛，这个阶段。配个文字呢？就你去夜店，你都能去夜店，我为什么凭什么不能去？你都去夜店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去啊？下一个，这知道，北达吃饺子，爱吃饺子。对，给他配个文字呢。我觉得你摆那么整齐干啥？让我尝尝。你手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手欠？这时两个人的关系有什么进展或者不一样吗？这会儿就特别好，其实已经很好了。但是呢，郑人他心已经跟他在一起了，但是这面上吧，还得硬一下，还得犟一下。那你好像这从头也都得硬一下，但是心里已经融化了。对，他都允许他这么做，但是他也不说，他都不说了。你弄坏我的阵型，我就默默的摆回来，其实就已经是暖。对，他已经是了。如果你们在戏外碰到那个现场，冰冰哥的反应是？他可对你吃，你拿走吃去。我再给你买一份。你这不够吗？这不够吗？来，快吃，来，去再给他买一份。得让阿云吃饱。下一个，这场戏，这是那啥流星雨前两个人和好，吵完架和好了。先配个文。这个，你看，最终还是你向我来找我道歉来了吧？那我呢？挺傲娇的。郑人呢？我觉得是这样，其实应该啥就，说什么我都接受，我啥也不说。我都懂，我不说。和好之后，两个人的关系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吗？对，非常非常递进，因为那会儿其实苏云是为了关心他。我觉得其实那个矛盾写得挺巧妙的。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流星雨那场戏？因为他拿流星去做了一个比喻，他有时候一瞬间他过去以后他就陨灭了。然后呢，我说我曾经是天上的星星，但我陨灭了。然后呢，你现在还在重这个过程，这是不行的。然后我是为了关心他，我不想让他有一天，我说你这么好的一个天才，你不能变成像我这样。然后呢，他依然还在鼓励我。就我们俩的话谁都没有敌对性，但是其实都是在为对方着想。冰冰老师，如果生活中有一个像苏云这样的好友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哇，其实我有一点性格，有一些部分是像郑人的。对，就像我们俩相处，我就觉得很就是骨子里面的搭。对，戏外两人也是像郑人和苏云吗？戏外就是这样。对，其实我们戏外还蛮好的。对，骨子里面的觉得很亲。这个兄弟很亲，就给我的感受是这样。然后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没有任何的顾忌，想说心里话就说心里话。比如说他没戏我没戏，我们能互相探个班啊，哪怕就俩人也行，人多一点也行。戴旭老师，戏外有一个像郑人这样的好朋友的话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我觉得就是像他这样，我觉得很好啊，我也很珍惜对方的。我们每天都喝茶，每天都在一起喝茶。对，喝茶。如果有时间就在家喝，其实有时间就在店长喝。然后其实我们俩其实分享比较多的，比如说茶呀、看书，我们俩其实看书分享茶书，我们俩有时候老换书。对，阿云送了我很多本书。哇，我突然想到阿云送我的那本书上给我写了一段文字，他给我好多天，我那么多天我都没看，突然有一天我就说放那，我就想看一看，然后一看，他给我写了好多字，就是我当时还挺戳我心的哦，因为没有收到过这样给我写那么多，写了一些对，写了一些对寄语，写了一些寄语。其实我们俩都是希望彼此好的。对。手术直播间默契挑战，根据记者提出的问题，两人同时说出回答，回答不一致的题数超过3题，则要接受惩罚。第一个问题，日常工作中郑人使用率最高的办公用品是便签条。郑
郑人的宿舍中，他最心爱的东西是仙人掌。苏云最喜欢的穿衣风格是花衬衫。哇，连中3个，特别好。我俩没沟通好，从来真的没有。该出错了，你看着吧。这话不能说是吧？在医院里，郑人、苏云谁的异性缘更好？郑人。该出错了，你看着吧。因为苏云她那个喜欢穿的比较花衬衫啊之类的，所以她感觉好像挺花枝招展的。哦，对，苏云应该是招别人那种。对，主动吸引型。对，然后因为郑人是他的学术和理论性比较强，所以呢，他可能第一面的时候，你比如说见罗主任的时候，女性嘛，他可能第一次感觉就觉得你油盐不进，挺反感的。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64排 CT 不是急诊项目，不值班。你把钥匙给我，我可以自己操作机器。然后，但是跟你接触以后，你发现这个年轻人真的很有才。然后呢，他会去向这个人去靠近一些，去多问一些东西。假如你们是女生，你们会喜欢郑人还是苏云呢？我们是女生，喜欢苏云。我喜欢郑人，因为你如果是女生的话，确实需要这种性格的互补吧，因为她太闷了，所以就是两人在一起才能就是相互填补一点。你这说的对，你看我演的是苏云，我觉得话太多了，我可能喜欢一个话少的。哦，郑人、苏云的同场戏份中，你最喜欢的名场面是流星雨。因为我们医疗的那一块，在医院啊，或者说戏份比较多，所以那场呢给我感觉是苏云和郑人的一种情感的递进。对，是，因为其实我俩在一起的戏太多了，然后其实名场面也很多，但是那场戏不太一样。对，那场戏，因为那场戏其实我们俩当时演的时候，他很打动。哪里不太一样？看吧，这场戏在第几啊？后面了，在后二集往后面的那种，就是支持他，希望阿云不要剧透。在两人共同经历的医疗事件中，哪一个是你本人最难忘或者印象最深的？别停。在剧组的时候，张彬彬最喜欢吃什么？等，我们一起回答吗？你再想会儿。在吃啥？我们吃饭都是分开的。那改成喝什么也可以。喝什么？那喝什么来吧？你问喝什么来？可不，你喝什么？对啊，你喝什么？对啊。在剧组的时候，张彬彬最喜欢喝什么？咖啡。可以稍微解释一下。咖啡也是，只是因为认识了那就阿云之后，我就开始喝茶了。我不让他喝咖啡了。因为他早上起来老提神儿，他一提神他就拿咖啡，然后他每天我觉得喝咖啡特别多，然后因为我们那戏里面有一个病情，就是因为喝咖啡喝的过多，然后导致那个急性肾功能衰竭嘛。我认为是咖啡因通过拮抗腺苷2A受体，增强中枢神经系统，多巴胺能活性发挥兴奋效应。短期摄入大量咖啡因导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。所以有时候我给他把脉，一看他就是他的心脏会有时候跳得特别的强烈。我说你的咖啡先别喝了然后我说你喝个茶，我早上起来也能提神，他不相信。然后我给他每天有时候给他泡点茶，他喝完以后会特别舒服。所以看手术直播间还能帮我们增长医学知识。一定会。就比如说女孩抹口红，但女孩应该抹口红那没啥事，但是很多女孩都不知道。对啊，就是如果涂的特别频繁的话，其实是会尿血。口红里应用最多的着色染料是溴酸红。没错，使用过于频繁，导致的溴酸红先吸收入体内，然后随着尿液排出。我们下一个问题，戴旭在现场最常喝的茶是什么茶？岩茶，岩茶也对，红茶也对，都有。日常生活中，张彬彬的口头禅是3、2、1 ，Action！ 就我们一断点的时候，演一断，3、2、1。自己会自己 Q 自己，对。比如说这句台词说错了，然后导演也没喊卡，自己就从从哪个断点，就是3、2、1开始，然后继续演，接着演。对。然后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对手戏的时候也会错，然后我们会特别默契的停在那儿嘛，就要听他喊3、2、1 Action， 然后我们俩就接着演，对，自己 Q 自己。
戴旭的口头禅是。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我平时说的话太多了。不知道哪句了。对，因为有一天我记得他拍戏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阿英，我发现啊，你真的很能说。他就看你自己搁那叨。他一般好有一些人还是喜欢用肢体。对呀。对呀，是吧？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一个字，绝。你真帅和你游戏技术真好，哪一个是张彬彬最喜欢听到的夸奖？游戏技术真好。美食博主、健身博主、中医，戴旭对哪个身份更有野心？中医。以后退休了，可能会从事中医行业。他要是不干演员的话，可能会做中医这块，做中医。他的那个技术，那个把脉的这个技术，其实已经达到了中医的水平。你别瞎说，你是我的试验体，你知道吗？我没跟你说过这个，是吗？原来你不是，不是，但我会，我也会把脉，你算是我的小白鼠。你刚刚说之前给他把脉，他心脏跳得很厉害，现在要不再把一个试试？刚才给他把了都好多了，对，今儿就上手，因为我给他寄了好多泡脚的，因为他平时他老失眠，这真的好多了，好太多了，也不虚啥，都挺好，真的脉象平稳。他原来是比较盛。比较实，对，就实和虚，咱们不整那词儿。你看你们这都想歪了，就人中医就是说实和虚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太实太虚，是吧？如果证人被苏云硬控了1分钟，那一定是苏云做了什么？那我就滔滔不绝的说呗，他就听呗。那如果张彬彬被戴旭硬控了1分钟，是因为什么？那就把的太多了，把脉、喝茶，看我泡茶。我看他泡茶，不止喝这1分钟，看半小时。对，因为他一直在讲这个红茶，这个什么茶叶，你看他这个年份什么怎么泡，他特别给我面子，我每次讲啥都听，聆听。对，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聆听者，你知道。假如证人和苏云是古希腊的神，请问他是掌管什么的神？古希腊的神，他有医疗的吧？他应该是掌管医疗界，那肯定是，对吧？阿云是嘴神，我特能说的那个嘴神，但人不叫嘴神，人不叫嘴神，他的属性是他是特能说，他能特别去说服别人。如果给这2个神配上标志性动作的话，会是什么动作呢？这个然后我呢，我就这么着，闭嘴打咩？你每次在演嘴神的时候，一下打咩，你别说了。惩罚环节之带动物发箍拍照。这是啥呀？这什么？这是猫。我这是什么？